不朽山，或许那里告诉我真相。10号为了寻找答案，他听说不朽山复苏了，那里可能会出现古代的真相，于是他立刻动身，经过很多天的跋涉，终于来到了不朽山。10号刚到山脚下，就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抬头一看，山上的石壁上有一些残图，上面画着一些古人留下的痕迹。10号看到这些图，立刻变了脸色，因为他发现这个世间真的曾经有无上的恐怖生物，它们异常强大，真正不朽了。10号来到了一座巍峨的大山前，这山红褐色的，带着一股魔性，寸草不生，连石阶路都带着暗淡的血色。10号心里一紧，这地方看着就透着一股诡异。他开始登山，一路上到处寻找石壁上的刻图，希望能找到历史的真相。他已经看了10几幅图了，上面画的都是所谓的救世主，也就是不朽者。这些生灵模模糊糊的，但从石壁中透出一股惊天杀意，让10号越看越心惊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些图绝不是一般人留下的，不然怎么可能过了万古还能这么摄人？山势越来越陡峭，压力也越来越大，强大如10号走到半山腰时都有窒息的感觉。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啊？就在10号一路往上爬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些石刻图，上面记载的内容让他神色越来越凝重。按照这些记载，那些不朽者居然是无上高手，曾经击杀另一个世界的魔鬼，救下了这个世界的生灵。这完全颠覆了10号的认知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绝不相信。10号越往上爬，越觉得这些石刻图刺目的不行，让他身体发冷。他心里清楚，这得是多么强大的手段，才能把历史真相给颠覆了。他始终觉得，所谓的不朽者跟当年杀入9天10地的敌手有关，应该就是他们。可现在，他们居然成了救世主。10号心里发寒，生出一股无力感。他快到山顶了，但还有一段距离。突然，他看到一些人全都满头大汗，盘坐在地上。10号很惊讶，这些人都是青壮年，能有10几人全都修出了仙气，才勉强走到这里。10号心里一动，原来想攀登这座山，还得靠仙气支撑。很快，10号就想到了那些传闻，这里是个有大机缘的地方。每次不朽山复苏，都会有天下最惊艳的年轻人来此获取大造化。10号露出异色，难道他也能在这里得到什么吗？那些人看到10号的状况都很吃惊，一些人更是瞳孔急骤收缩。你不曾祭出仙气，就这样直接走上来了？终于有人惊声问道。10号心头一动，明白了为什么上山这么艰难了，原来想攀登此山的修出仙气。你是谁？居然可以不释放仙气就能登山？有一人苦涩地说道，非常不平衡。一位中年人轻叹一声道，走了，我来到山顶也没有希望了，今年强者太多，我等与不朽无望了。说罢，这个中年人起身，身体环绕着一道仙气，步履蹒跚，满头汗水，向山下走去，说不出的落寞。10号开口了，很谦逊地说，我从大荒中走出，久在山林，远离尘世，对这不朽山并不了解，诸位道友能否为我解惑？他想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有什么造化，因何而来。一位年轻女子说道，这是不朽山，也是各大圣地古籍中所记载的救世主显化的地方，我等来此自然是希望不朽者显灵，随他们而去。他也修出了一道仙气，很惊艳，也很超凡。他并未离去，因为他还年轻，比早先走下山去的中年人潜力大，还有极高的可塑性。因为按照古圣地中的记载，不朽者喜欢年龄低的英才，容易培养，可塑性高。10号心中犹如有飓风卷过，这个地方会有不朽者显化，这则消息是真的吗？如果属实，太过震撼了。10号发现此前了解到的那些点点滴滴都是真的，被串联了起来，竟显残酷与可怕。当然，这种含义只是针对他一人，这个世界的生灵根本不会体会到。我来到什么地方？不朽的敌人成了救世主。10号一叹，他希望自己的判断有误，一切都是虚假的，不然的话糟糕透顶。走到这里的人都是绝艳之辈，一个个来头甚大，都是各圣地培养出来的顶级天纵人物，当然也有个别散修。他们话语不多，一个个都很沉稳，体会到了10号的强大，暗自一叹，竞争对手太厉害了，最强的人都已上去了，你还是赶紧动身吧。有人提醒，发出善意，也许这也算是一种投资，因为一旦被不朽者带走，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，注定辉煌灿烂。10号谢过，再次开始登山，露出仙气，环绕己身向山顶进发，压力越发的重了。到了后来，临近山顶时，10号动用2道仙气都已经吃力，要承受不住了。他心头一寒，能到山顶上的人看来都没有弱者，全都强得离谱，这是为3道仙气者准备的路途。可是这种人能有几名？10号眯起了眼睛，山上有人，果然早就有强者到了。突然他看到了路旁石壁上的图案，这一次他除却见到不朽者，还看到了鲲鹏、柳神的石刻图。要跟不朽者战斗吗？10号停步，看着石刻上的强者，
看了很长时间，10号登山，沿着石阶路，终于来到了山顶上。在这里，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一个青年，身体发光，他在虚空中走向一块石壁，那里金光万丈，出现一条路。他沿着金色的路，蓦地从这里消失。10号一怔，那人消失得太快了，这是去见不朽者了。同时，他心头悸动，那个人修出了3道仙气，他看得真切，极其强大，可惜只来得及对其背影送行。他不得不叹，这个世界规则秩序等很不一般，果然可怕，修炼水平似超过3000周一劫。你这人倒也厉害，凭2道仙气就上来了，为何不施展出第3道仙气？清脆的声音传来，非常好听，如同黄莺在鸣叫。10号露出异色，因为他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。那是一个少女，盘坐在山顶，看着一块石碑，似乎正在琢磨与参悟，没有回头，但显然是对10号说话，因为目前这山顶就剩下他们2人了。10号笑了笑，绽放第3道仙气，环绕几身，令自己压力骤减，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很快，他知道这少女是谁了，那股气息还有声音，他都曾经感受过。几个月前，他出来这个世界，曾看到8只银乌拉车，载着的就是这个女子。少女起身，体外果然环绕着3道仙气，显示着她是一位绝代奇才，可以跟谪仙、石冠王、宁川比肩。这个女子气质超凡，她极其不简单，整个人有一种内敛的华韵，越是凝视，越觉得风华绝代，超然在世上，远胜那些所谓的佳人。咦，是你？我们偶遇过？他惊讶，吹弹欲破的俏脸上露出异色。10号一震，当日他们匆匆偶遇，且他躲向一旁，居然还是被这个女子感应到了，对方果然了不得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？10号平静下来，向他询问有几人进去了。少女告诉10号，目前只有2人进去，不知道后续是否还有。很明显，这里有几块碑，上面有碑文，有石刻图，若是自身实力足够强，可以催动仙气激活石碑，便能开启通道去见不朽者。10号问道，你怎么还不上路？少女说道，有点舍不得这个世界。她看着山下的景物，在她的手里出现一辆小车，拖在掌心，还有8只银色小蜈蚣。10号讶然，这么强大的人物，还有点小儿女姿态，舍不得故土。10号问道，一旦去见不朽者，多长时间才能回来？少女回答道，很久，一直到修行有成。10号跟她请教，称自己一直生活在荒山中，对这些不太了解。他从少女口中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消息，这座不朽山复苏后，可以跟另一片天地沟通，形成一条古路，只有修出仙气的强者才能踏足进去。那是不朽者栖居的净土，是无上生灵所在的世界，能有资格进去，被不朽者指点，毫无疑问是天大的造化。10号暗中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如果贸然进去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？说了很多，我也该上路了，虽有不舍。少女望了一眼远方的山川，转过身躯，准备开启一条通道，就此离去，且看了10号一眼，道：你不走吗？一同上路。10号心中天翻地覆，这少女若是去了那个世界，将来再见时就可能是生死大敌了。不朽者注定要杀过边荒，去9天10地征战。这个少女如此惊艳，天赋超绝，一旦经不朽者指点，来日成长起来，天知道会有多么可怕。而她其实是一个人族少女，并不应该是敌人，这太让人觉得可惜了。道友，慢走。10号终于开口，少女止步，问道：你有事吗？10号说道：你坚信另一个世界的生灵是魔鬼吗？我们的故土被他们侵占了。少女眸光闪动，道：不正是如此吗？10号说道：我曾在一些古籍、石刻上了解到，另一边的世界，那些生灵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同族啊。少女摇头，躯体是人，心意若魔鬼。10号蹙眉，他很想阻止这个少女去见不朽者，希冀拉回来一个强大的元首，可现在看来似乎不可能，因为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，很难改变。10号心中叹息，若是自己猜测为真，那真是太残酷了。不朽者首先要用培养出绝代英才攻打同族，这真是令人愤怒。女子问道：我在你眼中看到了不忍，还有一种惋惜，甚至是悲意，这是为何？10号轻叹道：不能讲清，不能道明，不被理解，不能沟通，不知过去，这些加在一起，心绪能不复杂吗？10号试图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改变少女对另一个世界魔鬼的看法，但少女对他的意图感到怀疑，认为他可能在为魔鬼开脱。少女敏锐地察觉到10号心中的杀意，但他并未深究，因为他虽然修成了他心通，却也无法完全洞悉他的内心世界。这时，一位身穿蓝色甲胄的年轻至尊出现，他与少女相识，且对10号产生了敌意。年轻至尊认为10号对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过于热衷，怀疑他可能是魔鬼的后裔，于是出手试探10号。2人展开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，但最终被不朽山的威压所打断。年轻至尊离开后，少女也准备踏上前往不朽者世界的通道。10号心中犹豫，他不想踏上那条未知的古路，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不朽者的意图感到怀疑。
少女离开时，石浩心中一震，他意识到这个少女的敏锐和强大，如果她真要成为了敌人，将是巨大的威胁。石浩决定离开不朽山，他不想卷入这个世界可能带来的危险之中。他快速下山，展开虚空，离开了这片神秘的领域。然而，当他离开时，他听到了一声长啸，仿佛是不朽者的出现。石浩心里清楚，如果对方真的想要杀他，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当他来到一片大草原时，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刺骨的冷意，仿佛不朽者的气息仍在身后徘徊。与此同时，整个世界都被不朽者的出现所震撼，各大圣地的高手纷纷朝拜不朽山，无数人赶往那里，试图一窥究竟。不朽者并未亲自出现，只是一道神念扫过，降下旨意，宣告仙战即将开启。这一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仙战的开启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将被打破，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即将来临。石浩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在不朽者眼中根本不值一提。他决定不再纠结，尽快回到自己的世界。数日后，他来到曾经的空间节点，却发现节点已经无法使用。就在他失望之际，虚空中突然裂开一条通道，那个鼎再次出现，引领他回去。石浩回到了一片灰暗的空间，这里是宝鼎曾经驻足的地方，而非他的地城。他回头望去，发现身后的通道正在迅速湮灭，仿佛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抹去了一切痕迹，甚至连他自己的记忆也在逐渐模糊，仿佛那段经历从未发生过。石浩震惊不已，这种手段太过恐怖，竟然能够斩断因果，磨灭道则。他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对空间节点的毁灭，更是在试图抹去一切与之相关的记忆和印记。幸运的是，神秘宝鼎最终停止了动作，没有让他彻底遗忘。石浩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他开始怀疑，是否有人曾经改写过历史，抹去某些重要的记忆，让人们活在一个被篡改的世界里。他回想起在另一个世界中，那些生灵坚信这一边的人是魔鬼，侵占了他们的家园，完全不认可仙古纪元被毁灭的说法。这种认知的颠覆让他感到无比复杂和困惑。他意识到，如果这种抹除记忆和改写历史的事情真的发生过，那么当事人可能一直活在别人的安排之中，而他们自己却毫无察觉。这种可能性让石浩感到一阵头大，让石浩感到无比的恐惧和震惊。他知道，整个世界的记忆或许已经被某种强大的力量篡改，而这种手段的残忍和无情让他不寒而栗。石浩被神秘的鼎送回了真正的世界，鼎的最后话语再见，让他意识到再次相见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，甚至可能是千年、万载，甚至更久。归来后的石浩感到恍惚，他所经历的一切让他难以置信，而他对真相的了解越多，就越感到窒息。他知道，一个大时代即将到来，变局已经注定，而那些强大的不朽者曾经葬送了整个仙古纪元，如今更是无人能敌。石浩希望这些不朽者只是当年敌人的后代，而非上一纪元的强者，否则他们的修为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，将更加恐怖。石浩回到地城的荒凉之地，这里一片死寂，白骨遍地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三大强者和天才们返回无量天的机会。他试图离开此地，却突然被一道强大的神念击中，整个人被击飞出去，神魂几乎被冲破。他意识到自己的修为还远远不够，未来的敌人太过强大。一位身穿宽大灰袍的前辈出现，他看起来年轻，但石浩知道他活了漫长的岁月。灰袍人质问石浩这几个月的去向，石浩解释自己被困在一片灰暗空间中，直到空间莫名打开才得以脱困。然而灰袍人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，甚至提出要搜索他的元神。对于修士来说，除非是仇敌，不然绝不可能有搜元神一说，因为这不光是一种挫败，更是耻辱。石浩说道：前辈，你我不是敌人，你这样做等于是在羞辱我。羞辱我？灰袍人笑了，有些轻蔑，脸上带着冷意，显然他不将石浩的话语放在心中，因为双方差距太大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石浩心里清楚，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，能在这里出现的肯定都是厉害角色。可这灰袍人明显是冲着他来的，前路肯定是布满了荆棘。石浩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说不定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了。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认命，结果这灰袍人还真的动手了。他冷冰冰地说：你在仇视我，你那种目光看着我。石浩气得不行，这明明是自己被针对，对方却反过来指责他。石浩忍着剧痛，拼尽全力反抗，心里暗想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不能就这么认输。这灰袍人居然要搜他的元神印记，这要是成功了，石浩的秘密可就全暴露了，尊严也荡然无存。石浩的雷帝战衣突然浮现出来，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他手里还拿着万灵图和逆龙鳞，拼命抵抗。这战衣原本锈迹斑斑，现在却变得晶莹璀璨，虽然上面有不少窟窿，但关键时刻却发挥了大作用。灰袍人看到这战衣，脸色大变，但还是不肯罢休，非要对石浩出手。石浩心里憋屈，自己明明是受害者，对方却还这么嚣张。
战衣上的窟窿突然发出神秘波动，化作恐怖的漩涡，把灰袍人的攻击挡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愤怒的喝声，雷帝战衣又一次转向黑暗，被人生生逼迫至此。接着，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，一拳轰向灰袍人。这拳太快了，简直像是从过去穿越过来的，直接打断了灰袍人的攻击。10号被这突如其来的战斗波澜吓了一跳，幸好雷帝战衣护住了他。神秘人一边帮10号化解危机，一边和灰袍人对峙。灰袍人还振振有词地说道：“一个小修士，连进入帝城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敢对我动手？”神秘人却反驳他：“你这是要逼得雷帝战衣堕入黑暗中吗？”两人越打越激烈，10号站在一旁，心里波澜汹涌。他听到神秘人提到，当年雷帝战衣就是因为类似的冤屈而堕入黑暗，流落在外。10号心里暗暗发誓，绝不能让历史重演。最后，一个身份显赫的老者出现，喝止了这场战斗，让灰袍人加德回城。加德临走前还狠狠地看了10号一眼，然后就消失在众人眼前。神秘人拍了拍10号的肩膀，带着他一起前往帝城的核心区域。这片地域广阔无垠，10号感觉自己仿佛在横渡宇宙，沿途还能看到破碎的星海，景象十分壮观。